是什么癖好？宋雨竟然和玩具熊干这种事？他这是在和玩偶熊亲热，这也太诡异了吧！谢周和宋雨离婚一案现在开庭，现在请原告辩护人进行案件陈述。审判长，我方认为被告婚内出轨，我方申请被告人净身出户，并赔偿我方精神损失。谢周，你混蛋！我没有婚内出轨。自结婚以来，我一直在家里操持家务。结婚半年后，我就怀孕了。怀胎10月，我一直都是待在家里，基本上足不出户。我的社交圈子很小，很简单，所以说我根本就不可能出轨。这一切我身边所有人都可以为我证明。是他，谢周，他想要污蔑我，好借着这个机会名正言顺地分割我们宋家的财产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真的假的？肃静！审判长，我有证据证明我的妻子出轨了，她出轨了一只玩偶熊。还有这样的事情？半年前，宋宇有了这只玩偶熊之后，就把我赶出了主卧，每天晚上宁愿抱着熊睡，也不让我进来。老公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今天是女儿的周岁宴，亲戚朋友们都来了，走，我们去招呼一下吧。好，我们走。小周啊，你女儿周翠燕什么都不抓，就喜欢这个玩偶熊，你看看。是吗？我女儿也喜欢小熊啊。各位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，我要跟我亲爱的妻子宋雨离婚。什么？谢周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婚？他要离婚？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是女儿的周岁宴，你不要再胡闹了。你不是想跟你的玩偶熊过一辈子吗？我成全你。谢周，那只是一个玩偶熊，你的意思是你在吃一只玩偶熊的醋吗？今天女儿刚满1周岁，你就要以这种理由跟我提离婚？我不同意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放到主卧的床头柜上，签好字之后，明天早上9点，民政局见。谢周，不就是一个玩偶熊吗？女孩子不都喜欢这些吗？你何必呢？你忘了小雨之前为你生孩子的时候难产，硬撑着没打麻药，在医院昏迷了2天，出院之后又怕吵着你，自己带着孩子和你分房睡，她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怎么忍心跟她离婚啊？是啊，小周，你怎么能跟小雨离婚呢？因为我已经不爱她。谢周，你难道忘了婚礼上的誓言了吗？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你不离她不弃。现在你的女儿才刚满1周岁，你说不爱就不爱了？关你屁事啊！谢周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泥腿子出身，小雨她不但没有嫌弃你，还把你带进了宋家。要是没有她的帮助，你能到今天，你能当上总裁？谢周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他就是一个助理，谁让他多嘴的？天宇虽然是我的助理，但是我一直都把他当哥哥。老公，我们的事情不要再牵扯别人了。今天是女儿的周岁宴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小周，为了一个玩偶熊，没必要闹成这样。对，小周，你受了什么委屈，跟爸说，爸替你做主。不用，这婚我能定。你跟我离婚，
是不是因为你外面有别人了？天宇哥一直跟我说，你这几天跟一个女生在一起，是因为他们。所以你怎么想？你觉得有，那就有喽。什么？他在外面有女人啊？你说这大喜的日子他犯什么浑呀？是。我不管你们两个之前发生了什么，我给你3天的时间，要么好好过日子，要么我们法庭上见。宋家一定会让你净身出户。别忘了，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我们宋家给的。哼！跟你老婆提离婚了吗？提了，3天之后我就要和宋宇对簿公堂，到时候还需要你以律师的身份出席。想让我净身出户，不可能。当然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谢总，你听说了吗？他和宋总提离婚。不上门理事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宋总不就是喜欢抱着熊睡觉吗？这有啥的？我也喜欢。我听说他是在外面养了个小白，所以才抛弃宋总。都给我闭嘴！谁让你们胡说八道的？宋总，我们错了。老公，我给你买了一块表，你戴上看看。百达翡丽的限量款，花了不少心思吧？只要你喜欢，买什么我都愿意。不用了，我这次来公司就是来拿自己的东西，这块表还是留给你的玩偶熊吧。谢总，您终于回来了。哎。谢总，您就听我一句劝吧，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。你看看你女儿这么小，又这么乖，你忍心抛弃她吗？让开！谢总，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就不愿意亲近亲近吗？滚开！对，没事吧，宝宝？没事。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遗物，这个家除了这个，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宝宝，不哭不哭。宝宝，不哭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谢总刚刚回家，我想让他多看看宝宝，可是他不愿意，还推了我一下。谢周，你也太冷血无情了！这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，她才1岁，你不怕把她摔出什么好歹来吗？还是你的女儿，就算摔死了，跟我都没有关系。谢周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才咒你女儿死啊！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要是不喜欢那个玩偶熊，我把它扔了就是了。可是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们的女儿？她是无辜的。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不爱你了，抚养权我也不要了，女儿你自己留着吧。谢周，你是个王八蛋！小雨，你别再这么卑微了。好，既然你执意这么冷血无情，那你就滚吧！我一个人也可以照顾好我自己。我们的女儿不需要你这样子的爹。法庭见吧。好啊，法庭见。他出轨了一只玩偶熊。
如果仅以被告与玩偶熊睡觉为由，那么本庭认为此行为并不存在过错。就是抱着玩偶熊睡觉吗？不至于破坏婚姻吧？对呀，这也太荒唐了！抱着玩偶熊睡觉能有什么错？谢周，听到了，你会败诉的。没有了宋家的庇护，你净身出户之后，没有人会正眼看你的。谢周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？如果你不闹了，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可不稀罕你的机会。谢周，我女儿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就这么不珍惜啊？你可考虑清楚后果。拿小雨抱着玩偶熊睡觉这种可笑的理由来争家产，你是赢不了的。哦，我可不这么认为。审判长，我方坚持认为被告存在明显过错，必须深究。本庭已经解释过，如果原告方拿不出新的证据，那么上诉指控将无法成立。我看他就是自己出轨在先，所以硬是找了这么荒唐的理由污蔑他老婆。就是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早就听说他在外面勾三搭四，真不是个东西。谢周，你非要闹事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了。审判长，这个是谢周在婚姻期间发布到公开社交平台和其他异性的亲密照片。我要控告谢周婚内出轨和其他异性存在不正当亲密关系。被告刚刚提交了你与其他异性的亲密照片，本庭将依据现有的事实判定你为过错方，已将净身出户。原告，你是否还有其他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？既然没有的话，那本庭将立刻宣布判决。我有证据，我有证据证明宋宇婚内出轨。审判长，我有证据证明宋宇婚内出轨。谢周，这里是法庭，你不要给我贼喊捉贼。谢周，不允许你这么污蔑我女儿，简直胡说八道！我方申请播放视频。同意申请。请播放第一个视频。这是什么癖好？宋宇竟然和玩具熊干这种事？他这是在和玩偶熊亲热，这也太诡异了吧！别放了，别放了！谢周，这算什么证据？你知不知道偷拍别人视频是违法的？你把这种视频拿到法庭上播放，这不让小雨当众难堪吗？用这种方式争夺财产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女儿，你别哭，有爸妈在，一定给你撑腰。别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倒好，这样污蔑我女儿，你让我女儿以后怎么出去见人？你就是个混蛋！我真是瞎了脸，这么些年养了你这个白眼狼，你今天对我女儿的羞辱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肃静！大家先别着急啊，这只是第一个视频。审判长，请打开第二个视频。审判长，请打开第二个视频。谢周，你要再让他放视频，信不信我揍死你！肃静，请注意法庭秩序。我播放视频证据，你激动什么？还是说你要替宋云隐瞒什么？你这个视频是偷拍，是违法的，不能作为证据。那他刚刚视频里的表现，你怎么解释？谢周，小雨她为你生孩子难产，在医院里重婚了2天，因此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，医生还给她开过证明。她之所以这么做，只是为了缓解症状。如果是产后抑郁，那也说得通了。毕竟抑郁患者做出什么稀奇古怪的事，也都有可能。当时我产后抑郁的时候，他都抱着花瓶哭呢。这个男人到底做了什么事，把自己的老婆逼成这样？真是太恐怖了！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？谢周，你身为她的丈夫，不仅没有体恤一个患有产后抑郁的老婆，还用这个视频羞辱她，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？原来是产后抑郁症啊！审判长大人，这个白眼狼婚内出轨，
还拍我女儿隐私，你一定要判他有罪啊！对呀，再把那个偷拍视频的也给抓起来。偷拍？我这可不是偷拍，这明明是宋宇自己装的摄像头。什么？小雨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爸，我这也是为了方便照顾女儿。不管这个视频是不是偷拍，它都不能作为证据。没错，我女儿乖巧懂事，她怎么可能出轨呢？我看就是你血口喷人，把这个人要抓去坐牢啊！大家快看，那个熊动了。亲爱的，我去洗澡。这个熊的动作也太像人了吧？不会藏人了吧？难道谢周说的是真的？宋宇真的出轨了，跟那个玩偶熊？小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实话告诉我妈，那个玩偶熊里的人到底是谁？妈，这个里面真的没有藏人。现场所有人都看见了，那个玩偶熊里就是藏人。请对方当事人如实回答问题。丫头，你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呀？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我相信小雨，他一定不会做出这种出格的事，他一定是有苦衷的，而且这是他的个人隐私，我们还是不要再逼问了。苦衷？这可是法庭，法庭是讲证据的。现在视频证据就在这里，宋宇出轨的事实毋庸置疑。怎么？难道你还要编些谎话来欺骗大家吗？我说的都是事实，玩偶熊里面真的没有藏人。没藏人？那我那天晚上看到的、听到的又是什么？航班取消了，给我订明天最早的航班。好的，谢总。今晚好好浪漫一下。哎呀，讨厌！老公，你不是出差了吗？我改签了。老婆，你房间里刚刚是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老公，哪有什么声音啊？可能是我听错了吧。老婆，我们已经好久都没有。老公，你明天不是要赶早班飞机吗？早点休息吧。而且孩子今天闹得很厉害，我也累了。好。房间里有人。老公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这房间里就我跟孩子2个人。不对，肯定还有别人。你看这哪儿还有人啊？而且孩子刚刚睡着，你别把孩子吵醒了。这个熊，这个熊怎么了？刚刚是不是动了一下？老公，你别吓我呀！这就是一个毛绒玩具，怎么可能会动呢？是吗？谢周，你还闹什么呀？你非要把孩子弄哭，你才满意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进来看看到底有没有人，我没想弄哭孩子。你给我走！小雨，走！我当时信了你的鬼话，真的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我还以为跟你吵了架，愧疚了很久。现在看来，我根本就没有看错，那玩偶熊里就是藏的人。那都是半年前发生的事情了，肯定是你记错了。玩偶熊里面真的没有藏人。没藏人，难道藏的是鬼吗？没藏人，难道藏的是鬼吗？这也太邪性了吧！我看宋宇也不像说谎，不会真的闹鬼了吧？有可能，这个宋宇之前不知道被什么脏东西缠上了，所以行为才这么古怪。法庭是神圣庄严的场合，我们要尊重法律，尊重科学，杜绝封建迷信。宋宇，
请你告知本庭，那个玩偶熊里究竟藏着什么？沈班长，玩偶熊里藏不藏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您现在不要被这个谢周带了节奏，让他在这里胡言乱语，扰乱法庭秩序。女方家属，我看扰乱法庭秩序的人是你吧？审判长问什么你就答什么，你在质疑什么呢？闭嘴！你个狐狸精，就是你和谢周串通一气，在这里污蔑小雨。肃静，这里是法庭，被告家属请注意你的言辞，否则将以藐视法庭罪论处。宋宇，请你如实告诉本庭，这玩偶熊里究竟藏着什么？这关系到最后的判决。审判长，请您相信我，玩偶熊里面根本就没有藏人。看来你还是不愿意坦白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把你的玩偶熊带到法庭上来了。什么？我已经把你的玩偶熊带到法庭上来了。什么？你去过我的房间？什么时候？就在开庭之前，毕竟我还留着家里的钥匙。审判长，我方申请将玩偶熊作为证据呈上。同意请求。谢周，你为什么要一直揪着一个玩偶熊不放？那只是一个毛绒玩具，里面根本就不可能藏人啊！谢周，你和小雨结婚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现在就算你把玩偶熊带出来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你说的没错，确实这么一回事。毕竟奸夫不可能一直藏在玩偶熊里，但只要他在玩偶熊里藏过人，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，比如头发丝、指甲线。只要找到这些，再通过 DNA 就可以找到那个人。等玩偶熊呈上来以后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想必大家都很想知道玩偶熊里藏的到底是谁吧？是啊。谢周，如果玩偶熊送上来，你找不到任何证据，你今天对我女儿的污蔑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没错，我女儿清清白白，你这样污蔑她，你会后悔的。请被告家属保持安静，将证物呈上。审判长，这是在宋宇房间发现的玩偶熊证物，请开始检查物证。等等，审判长，就算这个玩偶熊是从小雨房间里找到的，可谁又知道谢周在里面都没动手脚，万一被调包了怎么办？毕竟玩偶熊是他们找到的，谁知道有没有调包呢？玩偶熊是我亲自拿过去的，全程在我的视线内，不存在被调包行为。那谁又知道呢？这个白眼狼一直污蔑我女儿，说不定他早就开始谋划这件事情。没错，他要是提前调包了这个熊，还在里面放了污蔑我女儿的证据，那我女儿一辈子的清白不就毁了？房间里的钥匙只有他有，半年前我就没有再进去过。你没钥匙，那你是怎么进去的？砸门啊！砸门？你怎么能砸门呢？那是我女儿小雨的房间。我们还没有离婚，那就是我们的家。婚姻存续期间，我有权回到我们夫妻共同的住所，而且法警同志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全程录音录像，录像你们一清二楚。他说的没错，录像就在我身上，你们可以随时检查。既然取证方式没有问题，那么请继续检查。里面居然有一个电子机器，这居然是机器！难道这个玩偶熊是电动的？审判长大人说的没有错，这个玩偶熊之所以能和人一样正常行走，就是因为它是由 AI 控制的。小雨，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能说明白呢？没必要藏着掖着呀。爸妈，我之前因为难产差点丧命，已经让你们为我操了太多的心了。后来我又得了抑郁症，我实在不想让你们再为这些小事而操心。我从小就喜欢小熊，
所以我就指定了这款玩偶熊。它毛茸茸的，很可爱，而且它还会唱歌、跳舞，哄我开心。可是我怕你们觉得我奇怪，会怪我，会担心我，所以我才一直瞒着你们。没想到宋雨这么孝顺，宁愿自己忍受痛苦，也不想让父母担心。真是个好女孩啊！这么好的女孩，怎么可能会出轨呢？傻孩子，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我们怎么会怪你呢？是啊，女儿，以后有这样的事情，一定要跟爸妈说，我们一起来分担。谢周，现在证据已经摆在你面前了，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审判长大人，这个谢周就是想分我们宋家财产，他处心积虑地污蔑我们女儿，这个恶徒必须严惩。对，一定要让这个白眼狼把牢底坐穿了。这谢周背叛自己的老婆不说，还恶人先告状，非说宋雨出轨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就是，宋雨这么好的姑娘，碰上这么个渣男，一辈子都毁了，千万不要放过她。宋雨，把自己说的这么可怜，好一种逻辑啊！我刚才就发现这个熊不对劲，原来调包玩偶熊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啊！谢周，你还在狡辩，没有用的。我没狡辩，我有证据。审判长，请把视频播放到1分02秒。同意请求。大家请看，这视频里的玩偶熊和现场这只有明显区别。我方合理怀疑这是2只玩偶熊。我反对。审判长，这个视频拍得这么模糊，放大了也没有任何意义，而且会对小雨造成2次伤害。审判长大人，我支持以证据说话。就算谢周说这是真的，就算这2只是不同的玩偶熊，那又能证明什么呢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这就是浪费时间呀！本庭理解被告的情绪，但就目前的视频证据而言，的确无法证明宋雨有任何不忠的行为。原告，如果你接下来提交的证据还无法证明一切的话，那么本庭将直接宣布判决。好，我也不纠结了。审判长，请播放第2个视频。谢周，你还要播放视频？你到底有完没完？原告，如果这个视频还不能证明一切的话，那么本庭将直接判你为本次离婚案中的过错方，同时追究你泄露隐私、诽谤他人等罪名。好，我接受。请播放下一个视频。亲爱的，今天你还没有看女儿呢。这熊真是个高科技，还能哄孩子睡觉，我都想买一个了。要不是刚刚看那个视频，还真以为里面藏了个活人呢。就这么个破玩意儿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视频里这么复杂的动作？你一个3流野鸡大学的辍学生，你懂 AI 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质疑？审判长，这个玩偶熊是我从国外专门找人定制的高科技玩偶熊，它的所有东西都是用 AI 生成的。它之所以能和人做出一样的行为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高科技的。你不懂其中的原理，这很正常。既然有这么先进的技术，那这家公司的名声应该很响吧？这个公司的机器人还在研发阶段，对外信息暂时保密，所以我不能透露给你。既然不愿意透露公司的信息，那你可以让他在现场跳一个舞，也让我这个野鸡大学的辍学生开开眼。可他都已经被你弄坏了，他跳不了舞了，他必须要送到国外去维修。宋雨，你真是什么都敢说。我看这只熊就不是什么 AI 机器人，更不是那个在房间里跟你搂搂抱抱的那个。不是的，它就是我房间的玩具熊啊，它就是一个高科技玩具熊。高科技玩具熊，既然能高科技到自己扮鬼脸，大家继续往后看。这么高科技的玩偶熊，还真是闻所未闻。它只是模仿人的行为而已。模仿人类的行为，还是说它根本就是人？大家快看，他把头套摘下来了。
害怕。你们快看，是个人！看来宋宇之前确实说谎了，他就是出轨了。小雨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不会真的是像他们所说的，你出轨了？妈，我没有。你不想说没关系，我替你说。大家仔细看，虽然这段视频没有拍清楚这个人的脸，但是却把他脖子上的项链拍得一清二楚。而且我知道，今天在场的人中有一个人和他戴着一模一样的项链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天宇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宋家一直拿你当亲人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们的吗？我不知道，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。但是你脖子上的项链跟视频里的一模一样，你还要狡辩什么啊？这是小雨送我的生日礼物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拿她当亲妹妹看待，我怎么会跟她说出那种事啊？天宇哥说的没错，这个视频里的人确实不是他。不是他是谁？难道你要说这玩偶熊成精吗？是我。亲爱的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还好赶上了。就说你这个老公是个渣男。你就是被告的人证？是的，审判长大人，在玩偶熊底下的那个人就是我。不可能，你在给他做伪证。视频里那个人是戴着项链的，而你没有戴。你说的是这条项链吗？你怎么也有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我和小雨从小就是最好的闺蜜，这条项链就是她送给我的，象征着我们的友谊。审判长，小雨因为生孩子患上了抑郁症，医生建议她有情感陪伴，所以我经常扮成玩偶陪着她。你的意思是你藏在玩偶熊就是为了陪他？抑郁症患者的痛，你永远不会懂。小雨指望不上你，我自然要陪着她。我刚刚提到项链，你就带着一条一模一样的出现，这未免也太巧了吧？这张照片是我们3年前拍的，项链就在我脖子上，我还需要解释更多吗？要知道你这么对他，我早就回来。要知道你这么对他，我早就回来。被告人证，近半年你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国外，那么你又怎么证明视频里的玩偶熊是你呢？审判长，方婷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她知道我最喜欢小熊了，所以每年过生日，她都会装扮成玩偶熊陪着我。对，我们可以作证。没错，我女儿每年生日，方婷都会穿上玩偶服来为她庆生，年年如此。小雨顾及夫妻情分，不想公开。为了证明她的清白，我不得不揭露真相。证人要清楚，法庭上作伪证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审判长，我发誓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请看视频。亲爱的，你看孩子多可爱呀！亲爱的，把头套摘了吧，别把孩子吓坏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玩具熊下面的人是宋雨闺蜜。谢忠，你作为小雨的老公，你不关心你自己的老婆，还整天疑神疑鬼，你算什么男人？谢忠，你今天跟我女儿离婚后，1分钱也别想分到，我还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，告你诽谤。审判长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是谢忠为了取得离婚后的财产，故意污蔑诽谤宋雨。您一定要秉公执法，严惩这个人渣。宋雨啊，宋雨，我是没想到你提前准备的这么多呀。我说的不过都是事实罢了，难道只允许你侮辱我，不准我反击吗？谢忠，你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反倒是你和那个看不清女人的脸的亲密照片摆在这里，你根本就不曾狡辩。我还有个视频，
就在送来的路上，可以清晰的拍到玩偶熊下的那个人。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原告，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要提交？是的，审判长。因为在开庭之前，宋宇就已经销毁了房间里的所有录像，刚才的视频也是我方通过技术手段恢复的。谢周，你不要再编故事了。你所谓的宋宇出轨，不过是你的污蔑，哦不，是你的幻想。幻想？小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啊，他脑子有病。反对，对方证人公然侮辱我方当事人。被告证人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不，这不是侮辱，这是医学事实。谢周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被害妄想症，他一直幻想宋宇出轨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有胡说。各位请看，我手上拿的就是谢周的就诊报告，里面有他近半年在精神科的就诊记录，足以证明他的精神并不正常。他当时出了车祸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他，以至于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。原来谢周就是个疯子。摊上这种人，宋宇真是倒了大霉了。都给我闭嘴！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精神病。他车祸康复以后就变得多疑偏执，经常疑神疑鬼，甚至半夜还……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是你吗？你在干什么啊？让你害我，我让你害我！如果当时不是保安拦着，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女儿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？妈，我不想让你为我担心。谢周，你这个畜生！我怎么会让你这种人当我的女婿？请被告家属注意控制情绪。宋宇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那天晚上根本不是你说的这样。我手上的这些伤，就是他那天晚上用刀划的。你把小雨害成这样，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，还在狡辩。就是，都动刀子了，连一句道歉都没有。怎么可以这样？真不是。大家都别怪他，他当时出车祸了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他，以至于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。我当时应该耐心陪在他身边的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做好一个妻子，所以才让他幻想我跟玩偶熊发生了什么。我不怪他。看来我们都错怪宋宇了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他还在为谢周说话，真是太善良了。是啊，她真是个好妻子。宋宇真是太可怜了，他早就该跟谢周这个神经病离婚，跟这个疯子在一起，迟早会出事的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当时产后抑郁，连自己都顾不了了，还怎么照顾他？小雨，你对他这么好，而他呢？他却想毁了你啊！谢周，就算你跟我离婚了，你净身出户了，我也会给你一笔财产，以至于你离开我们宋家不会流落街头。嗨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他这种人就应该出去坐牢。没错，休想分到我们宋家一分钱。爸妈，我也想对我们的感情有一个交代，和谢周体面的分开。宋宇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是在施舍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。宋家的一切本来就是我的。谢周，我看你的脑子真的是有问题。我女儿那是可怜你，愿意给你一些补偿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当初要不是我女儿非要跟你在一起，以你的身份，一辈子也别想跟我们宋家有任何交集。宋家的一切都是他的，我看他真是疯了。我要是宋宇，一分钱都不给他，他就该进精神病院。都给我闭嘴！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精神病，他那个报告就是假的。谢周，你无能狂怒的样子真是好笑。这上面有你的签字，白纸黑字记录的清清楚楚，你还在狡辩。小雨愿意离婚之后给你一笔补偿，已经是仁至义尽，你不要不知好歹。他明显就是个神经病，做这种过分的事情，还想要人家的全部财产，就应该把他关起来。
你们！审判长大人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但是我还有证据，这个证据可以证明宋宇就是婚内出轨。够了，谢周，你就一点都不顾及我们夫妻之间的情分了吗？你之前放的那些视频，除了侮辱我，让我难堪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？审判长，我方申请播放关键证据。我不同意播放。对，不同意。我们不同意播放。同意。肃静。鉴于原告此前提交的证据可信度存疑，本庭驳回此次申请。审判长，我可以保证的，这个视频里清晰的拍下了玩偶熊里面藏着的那个人，宋宇他就是婚内出轨啊！谢周，你还要胡搅蛮缠到什么时候？请全体起立。本庭根据现有事实，现判决如下：原告谢周在婚内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，破坏原有婚姻，属于明显过错方。我不接受！视频就在这里，你看一眼就明白了。他们几个畅通一气做伪证，宋宇他就是婚内出轨。你看一眼，你看一眼。小雨，小雨。小雨，你在法庭上说出真相，我们都以为你真晕了。幸亏我反应快，要是被审判长看到谢周手里的视频，我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要我说，你就应该去当演员，什么乖乖女、抑郁症、善良的妻子，他们都被你耍得团团转。你教我说的那些，我在法庭上可都说了，但我帮你做伪证，可是要坐牢的。好，甜甜，你就放心好了。等我跟谢周离了婚，拿到了他所有的财产，答应给你们方家的投资，我1分都不会少。我相信你，谁让我们是好闺蜜呢？不过咱们俩之间的事情，你可得烂到肚子里。放心，我们现在是一条身上的蚂蚱，我不会说的。不过我真挺好奇的，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什么男人？玩偶熊里的那个男人。里面有人。这是我的秘密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咱们现在的关系，你连我都要隐瞒，难不成你之前答应我的承诺都是骗我的？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那你可得为我保守秘密。亲爱的，把头套摘了吧，给我的好闺蜜好好看看。是你！生气了？在这喝闷酒摔杯子可没有用。要是那个视频能早点拿出来，这场官司我们就赢定了。现在不也没输吗？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就没必要耿耿于怀。你现在应该担心一下社会舆论，社会舆论对我们很不利，我担心影响后面的开庭。朋友们，有没有关注最近宋氏集团的离婚案？总裁谢周居然被爆出患有精神病，宋宇一定要和这种人渣尽早离婚，并且让他净身出户。网上有很多对我们不利的舆论，有的说你是精神病患者，还有的阴谋论说你其实不是精神病，是为了在外面花天酒地所以装疯。无聊，随便他们怎么说。舆论已经失控了，3天后就是终审。如果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，你不仅会净身出户，还有可能被以其他罪名起诉。别担心，我又找到一个新的证据，这份证据足以让宋家万劫不复。谢周，你输定了。我们请了张律师。张威，你们认识？他是我们行业内知名的前辈，专打离婚案件，在行业内创造了不少神话。
宋家居然把他请来打这场官司，看来是花了大价钱。宋宇是想置你于死地，咱们得小心。巧了，我也是。谢周和宋宇离婚一案2审现在开庭。审判长，根据上次庭审结果，谢周为过错方，所以这次庭审，审判长只需要宣布财产的分割事宜。审判长，我方认为现在谢周和宋宇的离婚案并不是本案的重点。本案就是2人的离婚案，怎么就不是重点？因为我方当事人控告宋宇涉嫌谋杀。罗律师，我看你作为律师也有几年了，应该知道刑事案件需要有确凿的证据才能立案，不是靠你臆想就能成立的。我当然知道，宋宇的确谋杀过谢周，只不过失败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小雨她这么善良，平常连只鸡都不敢杀，她怎么会谋杀？罗律师，你上一次就帮着谢周一起造谣，这一次又指控我谋杀。我倒是想要问问你，我跟谢周生活的好好的，我为什么要去谋杀他？生活的好好的，早在1年之前，我们就已经貌合神离，甚至都不愿意让我碰一下。我承认，过去的1年里，我确实冷落你了。可那是因为我把所有的重心全都放在孩子身上了。后来我患上了抑郁症，这些你都是知道的，你为什么不能体谅我呢？邹宇，你演技这么好，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根本就没有抑郁症，你一直都在装病。对方当事人，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？还是说你只是猜测？我当然有证据，不过在拿出证据之前，我要跟你们先讲一个故事。半年前，我和宋冉4周年纪念日。老公，你看，我今天穿的好看吗？漂亮。我今天在万豪酒店订了包间，晚上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想那么周到？当然啦。对了，你的车我拿去保养了，你开我的车去。那我先去趟公司，咱们晚上见。老公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喂，老婆，我刚开了个很重要的会，马上到酒店了。谢先生，你醒了，我们已经通知了您的妻子。我现在在哪？你昨天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，不过您放心，我们已经为您的身体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，除了有一些轻微的脑震荡之外，其他的并无大碍。谢谢医生。喂，谢先生，这里是维修厂，您的车正在我们这里维修。车子现在怎么样了？车子受损不大，谢先生，你最近有没有和其他人结仇？结仇？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啊？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你事情，您的这台车的刹车系统被人为损坏过。人为损坏？你的意思是这次车祸是有人要害我？我们只是将知道的情况如实告诉您。有人要害我，到底是谁呀？老公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难道是他？所以，你怀疑我故意弄坏了刹车，断定是我要谋杀你。对方当事人，你刚刚说的这些只是故事，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。审判长，如果对方继续以这些虚构的情节来污蔑我方当事人，我方将立刻提起刑事诉讼。张律师别急，这并不是一个故事，而是经过调查的事实。审判长，我方申请提交证据。检查证件。
根据我方调查显示，今年半年前，也就是今年的3月10号，苏天宇曾去过一家名叫红客的汽修店，他开的那辆车正是我方当事人出车祸的那辆。结果2天后刹车就出了问题，苏天宇你该怎么解释？就算苏天宇去过维修店，这和刹车系统的失灵也没有直接关系，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。证据？好，审判长，我方申请传唤证人上场。请传唤证人。你是红客汽修店老板李鹏？是。你记不记得今年3月10号那天，有一辆车牌京 A8888的奔驰车到过你店？我确实见过这辆车。审判长，我怀疑证人在说谎。3月10号离今天已经有半年多了，如果不是事先准备，普通人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？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想着早点关门，他突然开这辆车过来，非得让我帮忙处理一下，所以我印象深刻。那他找你也是维修的？我也以为是维修的，但是他让我把刹车弄回来。你帮他了？我怕出事儿，所以一开始没帮他，但是他给你钱了。那笔钱够我修1年的车，加上我店里生意不太好，我就答应他了。哦，我发誓，我只是动了传感器，绝没弄坏刹车。那你记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？时间太久了，记得有点模糊。你看看这法庭上有没有他？好像是他。哦，对，就是他。那天开车来我店里的人就是他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你，更没有去过你的店里啊！送你的车除了我，能拿到钥匙的也就只有你。如果那天开车的人不是你，你把车借给谁了？请问证人，你的店里是否安装了摄像头？我那小破店装什么摄像头啊？那就是没有证据了。要知道，口说无凭，你们想要靠这种方式定罪，未免也太儿戏了吧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刚刚我本来有点犹豫，但是我仔细想了想，那天开车来的人就是他，肯定是他。谢周，你为了打赢官司，居然找人来诬陷我！我再次重申，3月10号这天，我根本就没有去过他的店里，也没有见过他。而且那天我在国外出差。你说什么？审判长，这是我这几年的行程单。3月10号那天，我确实在国外出差。请呈上证据。刚刚已经核实过了，苏天宇在今年的3月10号确实有搭载航班的记录。苏天宇那天在国外，那汽修店那个人难道是他的分身啊？难道真的不是他？审判长，既然谢周的证人无法证明去过维修店的人的身份，那他们的指控不成立，请您立即宣判谢周就是本离婚案的过错方，并且追究他们诽谤我当事人及其家人的刑事责任。审判长，这些年我为宋家付出了一切，自从我娶了宋雨以后，我就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。真正背叛的人是他。谢周，现在都证据确凿了，你还在狡辩什么？明明是你出轨，却还要倒打一耙污蔑小雨。那我请问，我出轨谁了？那个人就是你的辩护律师，就是他。那个人就是你的辩护律师，就是他。这些是我们通过技术手段还原了高清照片，在照片上可以看到，与原告举止亲密的这个女人，就是原告的律师罗曼。这些照片足以证明两人具不正当关系。我不过就是和他走得近了一点，这就算出轨了？那你现在还坐在宋宇的旁边，是不是也算出轨啊？你这是在找骗！宋宇，这场戏你到底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我是真没有想到，你连跟踪的手段都能用出来。
那是因为我太在乎你了。我想要弄清楚你到底有没有背叛我，所以我想弄清楚你在做什么。老公，我多么不愿意相信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你居然……宋雨，我真是小瞧你了。那我请问，你还拍到我和其他女人出轨的证据了吗？谢周，你还真挺贪的呀，一个不行还要好几个。也就是说，除了我的照片，没有别的女人的照片，对吧？现在的小三当真是不要脸了，不仅勾引人家的老公，还想争夺原配的财产。这种品行不端的人根本就不配当律师。哼，在笑什么？是在掩盖你的心虚吗？想到好笑的事还不能笑一笑。我告诉你们，谢周和谁出轨都行，唯独跟我不可能。根据华国法律规定，夫妻关系中，一方与婚外异性发生情感或者性关系，为过错方，在离婚时不具备分配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。罗律师，现在证据已经提交上去了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像你这种明知道对方有家庭，还不知廉耻贴上去当小三的，在古代是要被进猪笼的。你以为你傍上了大款，其实他就是一个软饭男。没有了小雨，他现在只能在乡下喂猪。这对狗男女真不要脸！呸！不要脸的东西！你们这么讨厌小三？我和我哥4、5年没见了，亲兄妹抱一下，怎么了？犯法吗？亲兄妹？对，我和谢周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妹，同父同母的那种。所以你们说我们的关系不正当，不是很好笑吗？不，你说谎了。我调查过你的身份背景，你们不可能是亲兄妹。你怎么那么犟呢？我们爸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我5岁就跟我妈去了国外。我跟我妈姓，你查不到很正常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好意思，宋宇，让你失望了。审判长，这是我和谢周的 DNA 检测报告，我们的关系毋庸置疑。请呈上资料。没错，谢周和罗曼确实是亲兄妹。审判长，那他们对我出轨的指控是不是也不能成立了？没错，本庭认为谢周和罗曼兄妹确实不存在婚内出轨行为。张律师，你别看着了，快找机会反驳他们啊！对方证据充足，我没办法反驳。宋宇，看来我们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。不对，我的复仇现在才开始。请证人李秀兰出庭。小雨，这不是你家之前的保姆李秀兰吗？她怎么给谢周作证呢？是啊，你不是给他发工资了吗？他这不是吃里扒外呢吗？他半年前就回老家了，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了。你竟然把他给找过来了。婷婷，帮我调查一下我们家之前的保姆李秀兰。我叫李秀兰，之前在谢先生和宋太太家里做保姆，今天过来是给谢先生做证人的。李阿姨，我记得你离开小雨家的时候，小雨给过你一大笔钱，你现在却要给这个人渣做人证。谢先生是好人，太太跟他没法比。谢周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？你要这么说。尊敬的审判长，谢先生和太太结婚，我就在他们家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。我能证明有婚外情的是太太。请问证人，你如何确定是宋宇出轨了呢？还要怎么确定？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一个玩偶熊。我看到玩偶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还和太太抱在了一起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谢周叫他说的。你又懂了？我没有撒谎，我就是在太太的房间看到了玩偶熊。对方证人，有没有可能你看到的那只玩偶熊其实是个机器人，又或者
是我的当事人的闺蜜方婷假扮的。不，我确定那个玩偶熊里面藏的就是一个男人。那天下午，太太说想吃绿豆糕，等我买回来以后，太太，您要的绿豆糕我买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先去洗澡吧。李阿姨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太太，你要吃的绿豆糕买回来了，刚刚不知道先生在家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。没事，你出去吧。李阿姨啊，今天这个事情怪尴尬的，所以你看到了什么，不要出去乱说哦。你放心吧，太太，我不会乱说的。一开始我以为我看到的那个男人是先生，后来我才发现先生那几天在出差，根本就不在家。所以你没有看清楚那个人的长相？是的。那你怎么证明你刚刚说的是真的？是我亲眼看到的，我看见那个人的胸口还有一条长长的疤痕。审判长，我认为对方证人刚刚说的只是一面之词，很有可能是受了某些人的指使，在这里污蔑我的当事人。我没有。审判长，这是我们刚刚查到的消息，证人李秀兰的私人账户在上个月收到了2笔巨额转账，共计50万元，而给他转账的人就是谢周。我方怀疑李秀兰就是收受了谢周的钱财，作为回报，才在这个法庭上替他做伪证。不是的。得了吧，我看你就是和谢周串通一气的。李阿姨，你是不是忘了小雨给你开的工资是市场的3倍？你就这么忘恩负义啊？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谢先生是看我工作认真，他才把我叫到别墅做保姆的。这5年来给我开工资的一直都是谢先生。女儿，是这样吗？李阿姨，你既然在别墅工作的好好的，工资又是市场价的3倍，后来为什么走了？都是他逼我的。谢先生很早就跟母亲分开了，他说我跟他母亲长得很像，所以处处对我很照顾，但是太太却故意刁难我，甚至还动手打我。不是的，李阿姨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难道这5年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一个乡下来的保姆，一定是胡说八道。我女儿那么乖巧，怎么可能会动手打你？没错，我女儿是大家闺秀，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来？我早就说过了，宋宇很会演戏，你都不信。你少在那火上浇油了，谢周。其实我早就想走了，但一方面先生真的很照顾我，另一方面我也确实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所以我就忍下来了。这一忍就是5年。李阿姨，那之前宋宇打你，你都忍了下来，那这回为什么突然回了乡下？据我所知，你的丈夫得了肾病，每个月需要几万块钱做透析，你离职了，他的病怎么办？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撞破了太太的秘密，不得不走。什么秘密？太太要谋杀谢先生。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了！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心里很清楚。那天你跟王尔修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那是今年3月。那天我本来是想请假回老家，但出门发现证件没拿，所以我又回了一趟别墅。亲爱的，只要谢周死了，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放心，谢周开的车我已经做了手脚，
只要他今天猛踩刹车，必死无疑。谁？过了1个礼拜，我从老家回来，我才知道谢先生真的出车祸了。没过多久，太太就找了一个理由把我辞退了。我想，太太应该是怀疑那天我听到他们的谈话了吧？不是的，明明是你自己跟红偷懒了，所以我才把你辞退了。你少在这里说子虚乌有的事了。行了，别演戏了，一定是你和谢周串通好的，这转账记录就是你们的证据。不是的，我老公得了重病，我女儿又要上学，我欠了一屁股债。是谢先生可怜我，他才借钱给我的。没有谢先生，我老公就活不了了。谢先生是个好人，他借钱给我的时候都没有让我写借条。这个借条是我自己非要写的。你们这些都是从嘴巴里说出来的，想要靠这些叫指控我的当事人谋杀，依旧是无凭无据。谁说的？证据就在这里。这个证据上次大家都看过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是经过我修复过后的证据，里边清楚地拍到了玩偶熊下的那个人。这个视频里的明明就是方婷啊，上次大家都看到了。审判长，他们的视频是虚构，真相在这儿。审判长，我方申请播放新的证据。我不同意。审判长，这不符合规矩啊！既然原告有新的证据提交，那么请呈上证据。请播放。审判长，我请求立即停止播放。谢周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查明玩偶熊家到底是谁，真相马上就要大白。这不就是苏天宇吗？原来之前都是在贼喊捉贼，原来他们真的是奸夫淫妇，合起伙来欺骗我们，藏在玩偶熊里偷情，这还是人干的事吗？太贱了！那个人不是我，事实就摆在这里，还想狡辩，差点就相信他们了。小雨，那个人真的不是我！败坏家风，我们宋家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。是啊，你平时那么乖巧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偷情出轨，你怎么对得起谢周？你怎么对得起我们呀？审判长，这个视频是假的。现在科技那么发达，这个视频一看是后期制作的。你现在说这些，你觉得谁会相信？妈，我没有出轨，这一切都是谢周污蔑我的。我早就知道你要抵赖，所以我提前给视频做了鉴定报告。审判长，这是司法机构给视频做的鉴定报告，可以确保视频没有任何后期加工。请呈上证据。检测属实，视频证据有效。哎呀，逆女，败坏家风啊！真是我们家门不幸呐！是啊，谢周那么好的一个人，你居然背叛他，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女儿来？你们两个老不死的喊什么喊啊！大不了财产我分谢周一半。不好意思啊，宋女士，根据华国法律规定，婚内出轨的那一方将净身出户，并且我方将追究你涉嫌谋杀女方当事人。将苏天宇和宋宇带下去调查他们的犯罪事实。谢周，你还要进监狱，我弄死你！扰乱法庭秩序，把苏天宇拖下去。你诬陷我，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，你王八蛋！不是的，别抓我，我不要坐牢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
你不是知道你错了，你是知道你要坐牢了。不是的，老公，不是的，我还爱你啊，你也一定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发誓，我一定做一个好妻子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宋雨，你说的这些你自己信吗？老公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不原谅我很正常。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呀，我们的孩子刚1岁，孩子那么可爱，他不能没有妈妈呀，所以我不能坐牢。小周，小雨虽然错了，但是孩子没错呀。是啊，小周，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就饶了小雨一次吧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老公，你恨我，我可以理解，可是孩子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你不能这么对她。宋雨，到现在你一点都不知错，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本来我还想给你点面子，既然你脸都不要了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并不是我没有人性，而是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不，他说好，孩子就是他亲生的。审判长，我方当事人已提前做了亲子鉴定，根据 DNA 显示，宋雨的女儿和谢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老公，孩子的事情我认了，是我错了，但是孩子是意外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老公。宋雨，你现在彻底变了，你已经不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宋雨了。张律师，我给你那么多钱，你想想办法。审判长，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具有出轨行为，但至于所谓的谋杀，对方没有拿出实质性的证据。现在就羁押我的当事人，这不合法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拿不出他杀人的证据。不过这些年宋雨偷税漏税，还把公司资产转移到海外的私人账户上，证据就在这里。有了这些证据，同样可以让他坐牢。不可能，这是我们宋氏集团的机密，你是怎么拿到的？我是怎么拿到的？这些年集团都是我一个人在忙活，我忙上忙下，拿到这些很难吗？你们一直都对外说我谢周潘高枝靠着你们宋家才有了今天，可是事实呢？如果没有我，你们宋家早就破产。5年前，宋氏集团负债3亿，银行拒绝续贷，是我用了公司所有的利润给你们宋家续命，也是我用5年的时间苦心经营，帮助你们宋家重回昔日的荣光。可是你们呢？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们表面上说我是个好女婿，实际上却处处嫌弃我，嫌弃我身份低贱，配不上宋雨。现在想想，还真是讽刺。小周，好，别说了，是时候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宋雨转移挪用公司资产，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违法犯罪。根据宋氏集团董事会一致决定，将由谢周担任新任董事长。什么？宋氏集团姓谢。老公，我错了，财产我不要了，集团我也不要了，我只求你给我写一个谅解书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结婚纪念日那一个你杀我的早上，我们之间的情分就已经断了。现在开始宣判，请全体起立。谢周和宋雨离婚一案，宋雨婚内出轨、谋杀未遂，判其净身出户。谢周胜诉。结婚5年，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
你不是被抓进去了吗？你错了，我是苏天宙，苏天宇的哥哥。所以你们是双胞胎？说的没错，我们俩共用一个身份，我可以是苏天宇，也可以是苏天宙。所以宋宇出轨的人是你，孩子也是你的。现在知道了，晚了，你就应该在车祸里死掉。你要是死了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是你把小雨和我弟弟送进监狱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我们不分开了，不分开了。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法庭宣判之后，他接受不了现实，就变得疯疯癫癫的，后来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。他一个富家千金，没想到为了一只玩偶熊，竟然毁了自己的一辈子。想想也是可惜呀。没什么可惜的，在他背叛我、想我死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会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你的